我还要为我身旁的心上人杀出一条血路。你不许死！你若是死了，我就不答应你在新王院有个承欢。如果我不死的话，你别答应我了。青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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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哭。别哭。就是想逗你笑笑。我也不会说话呀。哎，等，读。忍者多劳嘛。啊，我死掉了。我的第3件事情，就是告诉雪薇，我喜欢她，而且喜欢很多年了。金无畏一直守着巷子不走，我们蹲守了半日，才找到机会，在那位司的帮助下，我们潜进了院中，将穆家主提前藏好的重要物件都取了过来。还是没有找到尸体。没有，只找到这个。让门外联系那位司，传信给琅琊王。合作之时，我会竭尽全力协助他。但除却合作外，万和如今于天启留下血仇，当与天启城报德后再离开。若与琅琊王计划相悖，让他勿要阻拦。领命。
怎么回事？宇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从婉儿姑娘那里回来，发现整个院落都被烧毁了，而且回来的路上，里里外外都是内卫司的人。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所以那处据点被发现了，我们遭到了夜袭。当时哲叔刚用神鬼涅槃弓为我疗完伤，我们无力一战，只能暂退。青阳和雪薇留下来殿后，他们没能回来。什么叫没能回来？宇哥，曾经的我们，同伴的生死，好像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。但现在真的一切都不一样了吧？前往彼岸的路上，我们究竟还会失去多少同伴？无知小儿，前来赴死！阎王深浅，何来胆量让吾赴死？渔网深浅，就算阎王也得退避三舍。都与你说过了，我兄长正在闭关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闭关？你们大家长约了我们结盟，结果谈定就消失无踪，而剩下暗河的人，还在干扰我们的好事。那还不是因为那一日，我兄长与琅琊王对了一掌，才受了内伤。莫非？我听说，阎魔掌每提升一个境界，便可建一方天地，而一旦到了第9境，便可成天地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阎魔掌到9境的修炼者。是你啊，老头。暗河的大家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看来你们在离开影宗之后，又投靠了大皇子。哼，那个时候果然我才是对的。对于对手，我就应该斩草除根。也不知道沐雨看到此情此景，会不会后悔啊？我们若想能长久立于天启之中，自然要寻找一些依靠。大皇子殿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不然我和大家长又怎么会在这儿相遇呢？你说呢？此间事了，那么天启3家、暗河3家，所有人都尊称你为大家长。等大皇子殿下登基后，我们将取代如今的内卫司，真正的立于光明之下。走吧，许久未见这位大皇子殿下了，
如今我的研魔掌已经练到了第9重，我倒想看看是谁会成为第一个被我喂掌的人。如今我的研魔掌已经到达了第9境，但是我只觉得天下偌大，不过我一掌之宽。对了，老头，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将研魔掌提升到第9境吗？我们天启3家所拥有的研魔掌掌法，和你们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留下的掌法和秘籍是不全的，最多便只能练至第8重，而同样的境界上，也无法与你们相匹敌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你老头天赋不行呢。你这么说也没错。不过大家长，你可知道为何天启3家留下的掌法秘籍是不全的吗？愿闻其详。因为研魔掌是一门极其邪门的武功，练至最后会有极大的反噬，所以天启城中留下的秘籍进行了一些改变，无法发挥这掌法全部的威力。而在暗河的你们，为了追寻更强大的力量，所以留下的是原本。许久未见了，大家长，你可知道，在你闭关的这些时间里，发生了什么吗？听说我们暗河的朋友差点死了，我们的苏家家主也快死了，甚至于鹤羽药庄差点在那夜被夷为平地。你们可知道，我现在很生气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胡来？胡来？卓清公公，你说我现在胡来一下，一掌拍死我面前这位大皇子殿下，你能拦得住？大胆！如果是以前的你，必然无法在我面前做到；如果是现在的你，你有5成的机会能取走永儿的性命。我还真想试试。何人大胆，敢闯我无双城？天下无剑城，少城主卓越安，问剑无双。问剑无双，是问我吗？他问的是无双城的剑道。此人不一般，随我去看看。天下无剑城，哼，遥远而熟悉的名字。天下无剑城，少城主卓越安，问剑无双。堂堂无双城，连个应战的剑客都没有啊！无双城以后别叫无双城了吧，改名乌龟城吧！我们打个赌吧。公子好赌，赌个什么？赌这个无双城还有多久才会有人出来迎战？好，那我便赌，我骂3句乌龟城，才有人来。乌龟城，乌龟城，乌龟。是我说了啊，还有一个字没喊出来。剑山月呀！果然是你。你能认出我来？虽然你戴着面纱，而且距离你我初次相见已经过去多年，但我依然知道，你就是那个孩子。我们这些与剑相伴多年的人，看人就像看一柄剑。当年我看你，便是能成为一柄好剑的胚子；如今看你，
已经成为了那柄剑。清明古剑，无双城乱武堂大长老剑山月。是我。你想问剑无双，不知我的这柄清明古剑够不够格给你一个答案？我的剑就在这里，可今日无双城遇到的这几位，没有一个值得我拔出这柄剑。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吗？有没有资格，得看长老的剑。好，年轻人，有傲气，和你父亲一样。想要空手压住我的剑气，未免也太瞧不起人了吧！杨秀春风，你怎么会这门功夫的？这门功夫分明一境，自然是我父亲教我的。当年我父亲是不是就是这样打败你的？袖里藏锋，春风得意。当年你父亲用出来是那般的潇洒恣意，可是你用出来，却感觉满是禁锢。春风何在？怎般得意？剑气闪进来！师傅，打雷了，马上要下雨了，我们回家拿把伞，顺便把被子也收了。拿什么伞？这是剑气。好强的一道剑气！这一道剑气小若惊人，到底是谁？该不会是他？不会，他的剑气凛冽阴寒，没有如此嚣张的气。该不会是雷鸣的剑吧？管他是谁，只要和雪月城无关表。师傅，嘀咕什么呢？走。好一道剑气小惊雷！你想不拔剑是我，那我便让你再也没有拔剑的机会。老城主，何方来客？天下无剑。天下无剑。他们中还有人活着？来的人自称是无剑城少城主卓越安。那个孩子呀，没想到他居然活了下来。剑长老已前去应战，他让我过来告知你一声。剑山月挡不住那柄剑。还好，不是跟雪月城有关的那几位。你已经败了。即便是你父亲当年站在这里，也不敢和我这样说话。这是你第几次提到我父亲了？第3次。我很想知道，你到底有什么资格提起他？你不要逼我杀你！山岳剑法，今日终于幸得见了。哼，山岳剑法，不见得对付得了这个卓越安呐。
逆登山巅，一览众山小。可众山之上仍有云天，你若止步，终有一日将会下山。死吧！今日问剑，终于遇到了一位值得我拔剑之人。无双城，宋燕回。天下无剑城，卓越安。秋水剑。正是。我父亲曾提起过你，听闻你年少时也满身傲气，觉得自己手中执剑可登剑道之巅。一览众山小。你所创的这套剑法，虽称不上世上一流，但剑之气可称绝世。如今一剑，高山仍在，人已苍老，你的人已配不上你的剑。今日之后，恐怕这江湖上再也不会有剑山月这号人物了。今日之后，顿武堂大长老之位就该换人了，你应该回去颐养天年了。此地交给我即可。这是鹤羽剑，在江湖上的第一次出手，你是个不错的对手。此剑一出，天下无剑。在我年幼之时，也曾对天下无剑城的威名十分敬仰。只可惜，偌大一个门派，却在一夜之间消失于世间，确实可惜可叹。今日在此得见无剑城的少主，实乃我辈之幸。阁下为何不能同我到无双城当中小叙一番？你我二人又为何要在此拔剑相向呢？当年无双城被称为天下武艺，此地无双。可我父亲却称，若论剑术，他才是天下无双。二者之间一直没能分出一个胜负。我今日来此，是完成我父亲当年的一个遗愿。天下谁又不知道，如今的无双城在剑道之上，早就没有资格提着无双二字。即便如今天下冒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剑仙，但我今日想做的，只是替我父亲正道。遂宋城主，请赐教吧。听此人所言，当年无剑城的覆灭与无双城脱不了关系，便只能一战。若我胜了，天下无剑城重现，会在江湖上掀起一阵小波澜；若我败了，天下无双城就真的不再有资格列入天下四城，不该下来的失策了。我之前一直认为，是我的剑上承载的太多，以至于挥出的每一剑都无法尽兴。直到我戴上了这面纱，用了卓越安这个遗忘许久的名字，才会好一些。可今日见到你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什么是父亲当年说的自求之剑。自求之剑，画地为牢，自求于剑。你是个不错的剑客，可惜了。燕回，你乃一城之主，怎可轻易出剑？刘云奇，苍龙崖，不错，正是苍龙崖。我曾执此剑，与你父亲大战过一天一夜，最后我们没能分出胜负。可我父亲说，是他赢了，他很高兴，却不是因为赢了你而高兴，而是在剑道上遇到了能与他并肩而行之人，所以高兴。一派胡言！
既然是他赢了，他为何不敢公布于世？无耻！你这样的人，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我父亲的剑道同行者。也罢，今日我将胜过你，将你的剑斩断。我会替我父亲证明，吴建成的剑要胜过你吴双成。吴建成已不存在了，你又何苦执着于此呢？可我还活着，我活着，吴建成就还在，我父亲传承的剑道也就还在。年轻人，你很有自信，这柄剑不错，看着是名剑山庄的手笔。可惜啊，越是锋锐的剑，越容易折手。颜回，你先退下。师父，我认为，我在剑炉之中养剑多年，今日这一战已不可避免。既然他想替卓雨洛问剑，那么便由我来。只是若按这般算，此战胜负便算是了却了当年的过往，与如今的无双城无关，如何？好。颜回，退下。是。我能赢你，亦会杀你。小子，看好了！这小子方才用出我的山岳剑法，让我重新见到了年轻时自己的凌云之气。为何如今此人剑势一变，完全没有了方才的凌云气，只剩下了杀气？若这样下去，他10招之内必败无疑。不，他是想用一败来换老城主的意思。他用的不是吴剑城中的剑术，不再有所谓的剑道大气象，而是杀人剑。没想到你竟是这般无耻！你用的功法类似于乱神诀，特地勾起我心中杀念。虽然你拼命的克制，但是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，你身上充满了血腥气。你不是个剑客，你这些年做的应该是杀人的勾当。剑到风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城主的剑法依旧这般写意潇洒呀。可方才我与他对过一剑，以那一剑来说，他的剑术不至于如此不济。果然是师傅在剑路当中的修炼初见成效，让他的剑术更上了一层楼。你仗着众人无法看清，竟然是鬼道行径。你一路东行，藏剑不动，便是在养一股剑气。当你的杀气盖过剑气，剑势尽泄，
就不负方才之勇了。小人，道是你父亲寻找的东西，而我只求胜，只有胜者才有资格论道。道，确实是我父亲时常念叨的字。剑道，父亲，何为剑道？所谓剑，是指剑术剑法。一柄剑可以炼制多强，从能敌10人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我们这些剑客便日复一日修炼手中之剑，就是希望可以将它炼至最强，能与天下敌。我觉得我的剑已经练到了他所能到的最强，若想再前一步，便得悟道。那道又是什么呢？曾经的昆仑剑仙说过，他的剑法有3重境界。第一重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第2重则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第3重便是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啊！爹爹参悟许久，也无法明白其中含义。但爹爹认为，所谓道，便是一个拔剑的理由。原来有些道是要在将死那一刻才能悟出来的。一生中的最强一剑，或许只有出1次的机会。可惜，无法再保护你了。我方才说过，无双城的人没有资格提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尤其是你。什么流水星云，破；什么宗师气象，破；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。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败了，你想要我用杀人术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我便用剑胜过你。是他，你认识他？暗河执三鬼，苏沐雨。暗河，若真是暗河，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剑长老，此话怎讲？难道说无双城与暗河还有什么牵扯？而且还与无间城有关？城主不必多问，都是些过往事了。啊，师傅，剑仙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他只是看到了值得一战的对手，想要与其一战。只可惜你尚且年幼，不然这样的对手确实值得一战。师傅，那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
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安静下来。小无双，待你长大之后，一定要带他去找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老城主，这是要败了。他本就应该败了，只是这一败，晚了10几年罢了。若是当初败了，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；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，成剑上9天。龙吟落黄泉，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玉如意，好纯粹的剑气。师傅，这剑匣怎么自己还会动？方才并不是剑匣自己动的，是你自己在不经意间催动了无双剑匣。这2天，我只是教了小无双一些基础的内功心法。方才那玉如意是否改变了下方的战局？持剑！我现在杀气已退，剑势不在，你若此刻对我出剑，我必败无疑。我知道，可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只希望公子能留我师父一命。留你师父一命？可你师父当年杀尽我无间城所有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留他们一命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师父当年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原谅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徒弟，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师父在我面前被杀死呢？希望公子可以理解。而且我师父此刻已筋脉尽断，现在未死，也全凭身上那口真气吊着，可他也活不了几日了。周公子，为何要出那最后一剑呢？一名剑客的死，并非肉体上的生死，而是剑心的存亡。刘云起的剑心已被我击溃，此生再也无法握剑。他已经死了。是。多谢周公子。其实我们见过。是的，当年共于魔教之时，我曾见过公子的剑法。可既然公子以卓越安之名前来，那你便是卓越安。我很欣赏你，你和你师父很不一样。你的剑法中没有太多力气，只是承载的过于重，无法让剑随本心，所以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最强境界。很多人都这样说过。既然长老们将无双城交付于我，我便不得不把无双城的荣辱都放在我这柄剑上。天下无双。听闻昔日曾有白羽剑仙就弟子于天启城的法场之上，离去之时，一剑斩落了上方的牌匾。那么今日，我若一剑将这4个字斩断，无剑城之名定能重新名扬于江湖之上。公子，请不要妄动。7日之后，你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我便将其斩断。好，7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剑炉旁，我愿意看一看公子的剑。好。
这小子换了个名字，行事作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问剑无双城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将老城主打成了残废，太嚣张，太霸道了。早点如此，我们早就踏平3家了。是啊，宇哥向来是最不喜欢出风头的，可这一次全天下都在讨论这个吴建成少主卓越安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宇哥在最后一刻使出的招式有点类似18剑阵。当初帮助各大门派抵御魔教东征时，宇哥曾在众人面前用出过这18剑阵，所以隐隐约约就有些人在传言，吴建成少主卓越安便是暗河的直三鬼。只是因为这个推断太过于荒唐了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行走于黑夜之中，取人性命于无声的刺客，突然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之下，还去挑战曾经最辉煌的门派，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啊。那他事情办完了也该回来了吧？哎，不对，他怕不是就直接回了南安？不是，宇哥又约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，独占于无双城后山。啊？宋母鱼脑子坏掉了？无双城城主应当是不太好对付的，宇哥这次怕是真的起了好胜之心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宋彦回算个什么东西，值得他这么去留？当年共御魔教的时候，又不是没有见过他的功夫。要真的想以剑名震天下，那为何不直接去找雪月城教训一下那个臭丫头？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过去的痛苦确实应该找一天斩断了，不然他一辈子心中都要记挂着那仇怨。而我也在等着这么一天。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，但是他不知道吴建成覆灭的幕后黑手。不过看他此番行径，他应该是探查到了幕后黑手是无双城。无双城早就不配是天下无双了。不过，刘云起败了，还没完。还有什么？苏沐雨和宋彦回约定好了，4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再战。或许真正的复仇是该屠灭无双城，而我不想。我知道阿爹你也不想，毕竟无双城也并非都是刘云起之辈，而以杀之上也永无止境。你做得很好，我的孩子。阿爹，阿爹不想你活在仇恨之中。此剑债了，以后你就只做你自己，不必再背负这些过去的恩怨了。孩子，你看，今夜的月西下之后，明日依旧是崭新的日子。哟，看样子看好我们城主的人不多啊。宋彦回一剑断水，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吗？你就让宋彦回。那吴建成都没落多久了，不知道哪来的遗孤啊，还能打得过宋彦回？做梦吧这是！这上一任老城主都被他给打伤了啊！是不是？他怎么来了？
呀，哎呦，这位公子看着有些眼生，可是头一次来我们天下方，算是第2次来了吧？恕我眼拙，您这次来准备？眼拙，公子，这些人的眼睛就跟狗鼻子一样，这但凡身上有点钱味道的人进来，他们呢就像发现了猎物一样，死死地盯住他们，再用1个时辰时间查清楚这个人的身份来历，查清他身后所能负担起的最大财力，再制定周密的计划，让他在天下方的几日内将他的皮肉吃尽，连骨头渣子都嚼碎了咽下去啊！当年你们不就是这样骗得我倾家荡产的吗？丁老头，你胡说什么？公子，您可千万别听他的呀！您这次来准备压哪个呀？我对你们这儿的赌局没有任何兴趣，我只是比较好奇，上面这些代表什么？啊，这个呀，是如今江湖上的一件大事。吴建成遗孤卓越安要挑战无双城城主宋彦维，啊，您可以买卓越安赢，1赔1，您押100两，他要是赢了，您可以得200两，也可以押宋彦回赢，他要赢了，100两可以得300两。当然，还可以买他们2个不分胜负啊！若是您猜对了，也可以得200两。为何买宋彦回赢？赢的比较多。哎，像你这种天真无知的年轻人，还是趁早回家去吧。这赌场啊，不是你这种羔羊该来的地方。哎，你，哎，公子，因为啊，下注的人看好他赢的人比较少，毕竟上一任无双城城主在卓越安面前已经败下阵来，这宋彦回的名气也并不比刘云起高多少啊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大家都喜欢听故事。一个快被天下人遗忘了的门派，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无名剑客，一路圣无双城大弟子，论武堂问道4剑，大长老剑山月，前代城主刘云起。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故事啊！若是再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踩在脚下，岂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呀？怎么个赌法？啊，您最少可以押3两白银，最多可以押1座城。好，那我就押3两银子。啊？我铺垫这么多，您就押3两白银。那您赌谁赢呢？我买自己。更是了不得，真的想没听说这人不见面回的厉害。就是那个这么强，比老城主更厉害，卓然更有，60之前是我压他。他一直知道我在看他。不仅如此，他认出我来了。还算识趣。接着，堂主特地交代了。这条消息不要钱，但这是绝密消息，千万不能外传。哼。
你们堂主这么好心，什么意思？你们的消息，便是你们也没有唐烈月的最新消息。这叫什么天下白瞎？滚！客官，您的大骨汤饼慢慢用啊！大骨汤饼，大骨汤饼啊！看这个，是啊，咱回头你要饿肚子，留在这儿。哟，客官，尝尝咱们家的大骨汤饼，只要1个铜板。不必了，多谢。哎呀，好吧。哎呀，入夜了，反而更热闹。哎呦，那是自然的。我们的主城啊，可是无双城。这初代城主曾助天武帝开国，被许了极大的独立权，连带四怀城啊都不曾设宵禁。这晚上啊，自然是热闹的。哟，这位大侠，你也是来观战的吧？哎，有没有找到落脚处啊？哦，这不远处啊就是我家，只要3个铜板1碗。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哎，这怎么了？这什么情况？这位兄长，发生何事了？无双城派出了上百名执剑人寻找追安的下落，逢人便杀，快跑吧！执剑人。哼，倒是来巧了。只是明日的对决，怕是看不上了。他们应当并没有真的来找我。宋颜回既然答应与我一战，那他就不会食言。若这些人大张旗鼓，还刻意制造杀戮，想必是为了抹黑宋颜回。看来是无双城内部出现了叛徒，他们想借这次事件夺走宋颜回的城主之位。你可是卓远？正是。哼哼，此人应当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居然真的追到了卓远。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是来看热闹的，但是现在，怕是要成为这热闹了。撤！是明天自己个看对决，还是今天晚上先找到苏沐雨啊？不急，找个客栈住下，明日直接去观战。哦哟，这是想给苏沐雨一个惊喜啊！老天！不对，这是什么味道？郎子，停下来，我们要下车。这距离客栈还有一段路程，现在下来干什么呀？老爹，借个火。好嘞。这是有故人离世，来这儿烧香的。
难得看你这么严肃，这石怀城有什么问题啊？若是真有问题，那问题就太大了。来这四怀城的人啊，这行为总是令人难以理解。看在你们出手大方的份上，咱们呀就多在这儿等会儿吧。服下这枚药丸，然后驾马车立刻离开这里。你我一路同行，便是缘分。我不忍心让你丧命于此。你若是出不了城，便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相信他讲的，听话就可以不死。是。救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这座城被人给下了毒。下毒？给一座城，什么毒有这么大的威力？是花尽散。此毒的毒性虽不大，但若长久待在被下了花尽散的空气中，若是普通人，则会昏迷晕厥；而习武之人却会内力暂时变得与废人无异。这花尽散传播虽广，但想要毒掉一整座城，也需筹备多年。我们方才进城之时，我还没有嗅到花尽散的味道，如今车过半城，却到处都是这味道了。看来筹备多年，只等这一日。四怀城要变天了。错了，无双城仅有锻造匠营和门派弟子居住，大多数的生活起居都在四怀城。要想拿捏无双城，就要先拿捏四怀城，所以是无双城要变天了。老爹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找到苏沐雨？放心。这城中还有暗河之人，莫不是？你不是说只来了你一人吗？我说暗河中只来了我一人，但是南安城里我就不知道了。找出无人之地，与他们会合。吃了这个就没得事了？只是会暂时缓解罢了。这花尽散的味道越来越浓，我们需要找到一处地方，让我布下不留地之阵，好隔绝这花尽散之毒。好嘞。走。女儿，给我颗药吧，我去看子是什么情况。毒媚娘同我讲，这花毒之阵能抵抗的人屈指可数。看来这位小姑娘虽然年纪轻轻，却来头不小。你是谁？飞虎将军鼎业，不算琅琊王的话，他在北离军中的地位仅次于三军统帅叶萧英。一个将军怎么会来这里？是啊，为什么？苏昌河、苏沐雨，如今暗河的执掌者，我来这里，自然是找你们的。一个朝中的将军，竟对我们暗河感兴趣。你想要的，是不是这个？还有这个？暗河的大家长很聪明。绵龙剑的龙首剑柄怎么到你匕首上了？回去我让谢千七改的，我又不用长剑，总把绵龙剑挂身上怪麻烦的。典业是大皇子骁勇的舅舅，而骁勇是未来地位强力的争夺者。看来他们筹划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他们想掌控无双城，并且抢夺暗河的宝藏。苏沐雨，你这一场复仇问剑，彻彻底底的被利用了。剑乃兵器，利用剑之人，必将被剑所杀。你既然知道我们是谁，那就凭你，不是前来送死吗？哎，
毕竟是个将军，你们要是明面上跟他动手，难免又给暗河惹上麻烦。不由我来，反正我现在是南城一个散营，我就听你两个小辈试一试这个大将军的警斧。那座城开始动了。今夜，消息应该没那么快到，但是按照之前的迹象，今夜便是他们动手之时。不过，他们可能想不到，如今的四怀城可不是普通的四怀城，他们隐去了暗河，而我则请了3大剑仙去看好戏。萧勇原本想借此机会掌控无双城，扩大自己的势力，但他万万想不到苏沐雨故意将有人想利用他这一事告诉了我们。苏沐雨是个聪明人，这场无双之乱到最后想要破局，依然在于他的决定，看他想做苏沐雨，还是想做卓越安。嚯，这都是个高手啊！来者何人啊？剑无敌。这么嚣张的名字啊！今日是我出关的第一战，无关人等请速离开。点叶将军，观战即可。看来你是有几分嚣张的资本呐。萧勇答应我送我一柄好剑，让我试试手。看来你就是我要寻的那柄剑。虽然我总是陪着苏沐雨做比剑这种事儿，但总觉得这些无聊可笑。只是他喜欢，就陪着他去了。但是现在，忽然又觉得有些意义了。不是，忽然觉得更可笑，因为苏沐雨好像打不过那个。是柄好剑，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。无剑城城主卓雨洛，纯粹的剑心，绝对的剑道奉行者。除了我父亲之外，我再也不曾见过如此纯粹的剑意。遇剑之人，当心如旁骛。看来无双城内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能与这位先生一战，是我的荣幸。刚才那一剑只有剑影而无剑招，你挡得非常漂亮。然而接下来的每一剑都会比方才那一剑更强、更狠，那便更好。真正厉害的剑道高手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剑意。他的剑意，在一个“纯”字，没有任何杂质，10年磨一剑，真正纯粹的剑意。你有没有感觉，似乎天要下雨了？啊？好像是有几分凉意。这剑气里竟带着一丝雨意。
看来是一场精彩的决战。是啊，的确很精彩。你来了。你说以后这江湖之上，便是6大剑仙了吧？看来苏沐雨还真是遇到了一个不错的敌人，连这压箱底的力气都用过。你说我的剑，是你所见过最纯粹的剑，而你的剑，是我见过最复杂的剑。在你的剑之中包含着太多的情绪，有愤怒、不甘、隐忍、妥协，甚至还有温柔，几乎囊括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情绪。你究竟是经历了什么，才能挥出如此复杂的一剑？一切归于平静。输了，赢了。不妙，是非常不妙。既然赢了，那为何还是不妙？因为苏沐雨用了最强的一剑却没有杀死他，而对手还未尽全力。方才那一剑很不错，能告诉我剑名吗？羽氏。羽氏。我自称剑无敌，然而我出关的第一战，面对到的第一个对手，我却输了。不过经过刚才那一剑之后，我又有了新的感悟。接下来这一剑，你必败，必死。我来吧，让我再试试。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纯粹的剑意，世间难寻。可万事万物若真到了极致不可回头的地步，极致的善变成了极致的恶，极致的恶反而成了极致的善，极致的光明更是一片黑暗。他马上就要走火入魔了。若是入魔能让我的剑更强，为何不入魔？你若不回头，执意这般用剑，不到1年时间，你将被剑意反噬，浑身经脉寸断而亡。父亲当年也执着于剑，可他从未忽视过自己的家人和臣民。人可以把剑视为最重要的事物，可剑不应该成为唯一。人会背叛你，而剑不会。想不到这么久过去了，无敌师兄信奉的还是如此极端的剑道。是你。你我之间的对决，怕是无法进行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一起制敌，也不失为一桩幸事。无敌师兄，许久未见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何还停留在原来的境地？停静越久，越静越强。等一个机会，一剑入神。一剑入神。很可惜，我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看来无敌师兄也加入了这场混战之中。既然背叛无双城，就别怪师弟大义灭亲。入魔之前，他已近乎剑仙，如今全然入魔，实力不可估量。看来我这个无双城城主，却是谁也敌不过了。盛极必衰，入魔之体看起来强大非凡，但却是外强中干。找准弱点，便能一击必杀。有执念深重之人，正在此地入魔。是如剑仙。一剑断水。
敢来！空山新雨后，山雨晚来去。你执着于剑，可剑是死物；你执着于死物，迟早会走进死胡同的。可常伴我身的，唯有一剑。除此之外，所有事物都离我而去。无敌师兄，我没有胜，但你也不算赢。典将军，这次我们就饶你一命，以后一定要留点心。暗河的主意，最好不要再打。虽然此行未能与你对剑，但有这场对决，亦无遗憾。真没想到，在暗河之中，居然会有你这样的剑。怎么着？暗河之中，都应当是我这样的人。你们俩别站着了，今日使出了这么多损耗的剑招，还不赶紧坐下来调息一番？记得平时打完架，一定要赶紧及时注意调息。